最近在办台北国际书展啊，赖清德去啊，总统每次都会去了啊，不分党派总统党，就表示自己有在读书了哈，有没有读书也不知道了哈。赖清德就说了哈，他说呢，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建好学校，哦，他很反对这样做，哦，为什么要建好学校呢？因为好学校里面呢，所有好老师，哦，但是好学校好老师干嘛去抢呢？找好老师不如找好书。这一讲，老师就生气了嘛，哦，所以呢，这个老师就生气了啊、哦。那总统府今天赶快出来，不要断章取义，总统不是这个意思哦。那全教材就轰了，所以你贬低教师应该道歉，那不要老师了，每个人拿几本书去看就好了哦。所以呢，什么叫找好老师不找好书？就是我觉得他们常常一刀切。好书重要，好老师重要，好老师重要，好书都很重要，这没有冲突的嘛。这何必一定要讲？你去看书展，但你要去表示书很重要了，这我们了解。你干嘛去贬老师呢？不需要嘛，哈。就像说，你何必一定要说只能去东方，不能去西方呢？东西方都要啊，美国跟大陆市场我们都要啊，对不对？最近你看看，英国首相也去这个大陆了，加拿大总理也去大陆了，哦，好几个国家的总统也去大陆了，为什么？也是希望开发市场嘛。多一点市场有什么坏？没有什么坏处嘛。哦，那这个北一女的这欧桂芝老师就问说：那好书、好老师、好总统是不是可遇不可求呢？哦，就讥笑他不是好总统了啊。好，我就想到哈，这个有这个古人有句话叫做“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对不对？你就想这个经师，就是要光把书教好的师都还比较容易求啊。但是老师不是只教你读书嘛，老师会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啊。哦，很多你看我们从小到大，老师很多的言行，他无意之间讲一句话，我们可能都记得很清楚。哦，这老师到底行为是怎样，等等都很清楚啊。哦，所以才要老师嘛，否则我们家里自己看电脑就算了，要老师干嘛呢？哈，好吧，那我们先看一下。台北国际书展开幕，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致辞。我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啊。很多家长都想要让他的孩子挤进去明星的升学学校，然后呢，想尽办法要挤到出名的老师的班级上面去。那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事情，不认同非得要让孩子找好老师。总统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却引发争议：要找一个好学校，挤进去一个好学校，不如碰到一个好老师，可是好老师是可遇不可求，那当然现在整个老师都很有使命感的哈，你也不一定要找那一位老师，但是呢，找老师不如找好的书，所以我在台南市的时候有推广阅读计划。找好老师不如找好书，就是这句话遭到抗议。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不满批评，呼吁总统应该要向全台教师道歉。对于在国际书展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轻蔑教师的话，是对教师的最大侮辱。老师的功能不是只有教书啊，他还有引导学生啊，各种生活上的协助跟学生的学习，这些都有，不是只有把书上的东西念给学生听而已啊。那他忽略了老师这个职业太多的细节没有讲了，而讲了一句这样子的话，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总统替书展致辞，无心的一句话，没想到让教师反感。好吧，来，这个世轩怎么看？这个其实我是相信。所以我不是帮赖清德讲话，但我是相信他没有恶意了，只是他是想让大家去看书了。对了，这个就是粗俗一点，这叫嘴秋了。这过去我们看这一段时间看下来，赖清德总统往往在公开的场合，他或许想要用他的赖式幽默，但是总是出包。才没有多久之前，他讲这个，他觉得护理师的活动，大家记不记得？他讲说这个。当医生的还是很羡慕你们，然后说什么5万块还是什么，也是引起热议。那护理师想说，哇，你这个我们换一块，对，你在消遣我们吗？还是我们也来当总统？就他或许没有恶意，但是他的言语还有他的表达方式就缺乏了同理心，所以往往这种就算是理性的实话，会是感性的这种伤害哦。但我想，
赖清德总统可能是停留在旧的思维了，因为现在这种网络时代、AI 时代，其实资讯的传递者往往已经不仅限于老师了，老师更多的可能会是引导者，或者是心理的陪伴者，甚至在学校里面起这种生活习惯上面的这种引导者。所以老师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那赖清德总统去到这个书的这种活动场合，他想要 promote 这个书，他用他的赖式幽默，其实他想要押韵啊。就像饶舌歌手想要 punchline 一样，这个有一个好老师，不如找一本一本好书，都是书。记不记得他之前讲说这个赖清德这个 AI， 因为他有赖，然后这个前一任政府蔡英文，因为他有蔡，所以都是 AI 啊。卓荣泰有这个泰，所以也是 AI 内阁。他都用他的幽默想要去表达，你知道吗？这往往老百姓不觉得好笑，往往你会讲在我们的痛点之上，然后到最后被解读出来，就会觉得说总统在讲。不过，所以才会这个总统府要马上出来澄清。不过他最近民调是有高，《每日电子报》他的这个不满意度降低了48%，满意度到46%，已经快黄金交叉了原来这个满意度只有31%不满意曾经高到60多%但是不满意度呢，显然这个降低，满意度上升。那吴子嘉是说，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关税从25%到15%，有些产业是受益的。然后呢，反正就是说呢，他的民调回升了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如果这样搞下去，如果他到时候50%，接近50%很近说民进党里面就没有人敢挑战他了。如果他民调持续低，搞不好民进党还有人要挑战他说为什么你当总统，我不能当总统来，魏子怎么看？我想当然民调高高低低啦，不过当然确实都是执政的参考，但这个也不是唯一的指标。好，那我想，刚才其实新闻片段当中有把赖总统他的这个前话有放出来，这个用意其实是鼓励大家阅读。那可是他的前意其实是从他自己的经验。那我觉得除了这个赖总统的经验，像我跟世轩其实都身为民代，其实也很常还是会遇到，就真的很多请托请托什么想要换班级的换学校的。那我觉得从这个逻辑来看，也确实他这个经验谈是说，还是有一些教育的风气是在追求名校，在追求名师。我觉得这个单纯是从这样子的经验出发点来出发。那不过你看他讲话当中，他还是有提到就说这个当然老师好的老师可遇不可求，但现在其实老师大家都很有使命感。我觉得如果我们老师可以把这句话变成一个重点，他其实是在看到就是说老师都很有使命感，但鼓励我们这些新兴学子，鼓励更多年轻世代，我们这个注重阅读这件事情。多读书总是好事啦。休息了再回来。好，民众党有6个立委，昨天完成宣誓，他们有8个不分区了那有2个是继续在做但是呢新的有6个，其中包括大陆配偶李珍秀宣誓恪遵宪法，效忠国家，而且还说效忠中华民国那另外呢，他现在内政部逼他要拿证，不是要放弃，拿证明说你放弃了，他拿不到证明因为他说2次到大陆去要申请放弃都被拒绝，说不能放弃。那陆委会坦言说，陆委会曾经告知内政部，放弃是有困难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放弃成功的。大陆就不承认嘛，他不承认你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去哪里？加入中华民国，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呢就不给你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籍啦那陆委会已经比较了解大陆，有跟内政部讲，内政部说不管他的，我们的国际法就是规定就是这样子，他就不能服公职那所以呢，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说，那也没办法，只好依法行政而且这是在保护他，因为呢，如果他当了中华民国的立委，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到时候大陆就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来制裁他，所以呢，现在他这个叫他放弃是为了保护他。他将来不是中国大陆籍的人了，所以大陆就没有办法制裁他，这是似是而非了，只找个理由来讲那邱主任说，不是中华民国阻挠他，这是事实，不是我们阻挠了，是大陆不给他不给他那李珍秀就说，
赖政府好好做事，不要打口水仗嘛。哦，你也叫我拿出申请的证明，我拿不到嘛。哦，说官员传出来说不配合提供质询的资料，因为你不是立委，不承认是立委。李珍秀就说这个要到监察院选举，而且呢应该要修法，定了你官员不答复立委要处罚。哦，不能够这个说这个不答复就不答。你看最近克林顿夫妻要到纽约国会，要到这个美国国会作证，为了那个淫魔的那个案子，传了好几次都不来。那国会预备要表决，要处罚他，而且一旦处罚就重重的处罚，所以前总统也不得不来。国会就是要这样的权威啊！哦，我不是再讲一次，丘吉尔讲过，英国国会除了生男生女以外，其他都可以做，国会就是这样的权利啊！哦，那我们立法院现在被搞成什么样子？哦，还不答复，还不给你资料。那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就是说，两岸条例，两岸不是以国际法来规范，是两岸条例来规范嘛，所以是内政部恶意刁难哦，拿国际法来恶意刁难。那李珍就说，他提名的隔天就跟他先生离婚了，哦，所以因为政治圈的身家调查可能波及家人。所以呢，他不想啊，因为当个民众党的不分区，就影响到他家人。我们看一下，我们都已经在推优先法案了，要准备优先会期了。拜托赖政府回来好好做事好吗？不要再打口水战了。我其实今天早上在车上有 Google 了一下，如果到时候政府官员拒绝立委的质询的时候，好像没有法则可言的，这个是不是要修法一下来推动一下？但是其实我知道说可以去监察院检举弹劾他。对，就这样子而已，谢谢。渎职，对，就检举他们渎职。好，他说我的前夫是一般平民，对政治圈的复杂感到恐惧，他很怕，他不喜欢去碰政治，因为不喜欢碰政治，所以跟我离婚了啊，就这个意思了啊。小董怎么看？其实大家看最近刘世芳内政部长他的动作很大，为什么？因为他食髓知味。去年5月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雅的陆配称为雅雅事件，那他主张就是应该武统。那武统当然台湾很多人就很生气啊，你好好的陆配，你在台湾讲武统，台湾可以收容你，对你还不错，你既然这样讲所以他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然后我们内政部就把他的那个取消了中华民国的国籍取消了，驱逐出境。那有好几个有居留权的通通驱逐出境，有类似言论的驱逐出境。你知道那一波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做出来的民调，68%的人赞同，纷纷叫好啊，这些人就要给他教训，只有26%的人是反对的。所以对刘世芳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大家要知道这个背景。我们不管中华民国政府或者国军，我们是没办法对抗解放军的。可是可以把陆配抓来修理一顿，大家是很爽的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啊。那当然，大家记不记得，民众党本来要提名的第一波，刚赵大哥讲第一波有8个人，现在有6个人递补嘛第一波有一个叫徐春英的，就是被打。后来徐春英觉得说这个压力太大，他自己主动放弃。大家记得赖志嘛？那李珍秀是第2波，他现在是递补上来，他们就发现有目标了，又有陆配可以打，我可以增加民调啊。今年不是9合1选举吗？所以大家看到刘世芳他并不是不明就里，他其实很清楚，我打这个我可以保我的官位啊。那邱垂正前年6天前在立法院讲，从来没有人能够放弃过。所以这2天网络就在质疑他。那请问一下，顾立雄办公室主任中将孙立芳有没有放弃？他也是10几岁到台湾来啊，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妈妈是一个京剧的名演员张志银嘛，那他们因为有亲戚在日本，那他们小时候去被斗争啊，那时候京剧演员哪个人不斗争？你知道梅兰芳的师傅叫做严慧珠啊，严慧珠的师傅就是梅兰芳那张志银的师傅了是严慧珠，严慧珠的师傅就是梅兰芳，所以他是梅兰芳的孙徒弟，很强的。他也被斗争，你知道下放劳改。那时候共产党觉得说，这个人在大陆在日本有个侨领是他们的亲戚，所以就放行让他带小朋友去，那他们就投奔台湾，就投奔自由。所以他来台湾，他觉得台湾好那他跑去念中正医校，然后进入政治学校新闻系
易方兄一定跟他很熟识了。哦，他非常优秀，对中华民国忠诚100%没问题。可人家在问啊，那请问一下他有没有放弃啊？没有嘛，哈，因为如果照邱垂正这2天的讲法，你有放弃的话，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了，看你那一张你是怎么申办的，中国大陆怎么让你放弃的嘛？让所有的路费都可以去放弃，没有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我告诉你，因为民进党是在炒作政治，要搞选举嘛。好，大家看的情况就这样，所以他们现在觉得我打这个民调可以提高，最近赖清德的民调也提高。哦，那这提高当然他有一些手法，这手法当然我们跟美国谈判，然后美国这些官员、这些参议员拼命加码施压蓝白，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今天你看到他是为了选举去搞这个，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宪法当然是一中宪法，大家都很清楚。你看那些人出来讲，那些人都在胡说八道。我们的宪法现在用的是增修条文，因为大陆时代的有些条文，我们几乎就不太用，才要设宪法的增修条文，大家都引用也是这个就比较适合台湾用。那这些人这是谁修的宪法呢？郑丽文、赖清德、黄伟哲，还有邱意莹，他们那时候在当国代啊，是不是？我们都很清楚，是你们修出来，你们自己不相信。好，那这个宪法下来，我们跟两岸的关系就是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条例，不能用国际法嘛。只要跟对岸有关的，我们就是用这个条例，这个叫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嘛，这是法律常识，好不好？那他们现在故意用这个来为难陆配，然后故意要打压你，故意制造很多话题。我告诉你，这完全是选举，但是政治搞到这样，你就知道这些人多么的没有人性啊！苏慧，我觉得现在民进党他明知道中国大陆是什么状况中国大陆要放弃国籍的方式它有定义，就是你必须要先定居在外国啊。它可能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就是你要申请放弃就放弃，我管你有没有外国的国籍啊，你要变成无国籍者，黑领导的代际啊。可是中国大陆就是你必须要定居在外国，好，你必须先有一个外国的国籍。那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台湾不是外国啊，你没有外国的国籍，我就不给你放弃啊，这是中国大陆的做法。所以李珍秀才说，大陆不给我放弃呀，那这个问题不在李珍秀，他不愿意放弃，是大陆不愿意出具这个证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民进党现在质疑他忠诚度，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出生在大陆嘛，就这样嘛。如果你要以出生地质疑他的忠诚度的话，我告诉大家，代志大条啊！因为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拍谁出生在日本然后在美国长大的你怎么不去质疑他的出生地？人家在美国，如果你出生地不在美国的话，是不可以当美国的正副总统的嘛？我记得美国有这个条件因为你出生地不在美国，即便你最后规划为美国国籍，你也不可以选美国的总统。可是台湾也没有这样的忠诚度的这个条款呐，所以你今天连我们没有出生在台湾的萧美琴，你都可以容许他当副总统，你都没有质疑说你的心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的。然后他这个李珍秀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台湾，还生了5个孩子，还生了5个台湾之子。然后你今天只因为第一个他拿不到，你没有办法让他逼迫习近平给他那个证明嘛。然后他拿不到的是大陆不给他，而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去放弃耶。他今天去做了，是大陆不给他。然后再来，根据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只规定了他在台湾居住满10年，他就可以竞选公职人员。要不然你在里面还要加注一个嘛。可是问题是我们也不承认大陆是一个国家。我告诉大家，台湾也不承认大陆很多文书，所以我们才成立海基会去做文书的验证。所以你今天吴思瑶说叫他去下载大陆那个放弃国籍的，你现在承认大陆文书了，你也不承认大陆很多文书啦，你也不承认大陆的学历啦，不要骗笑不是，如果下载他现在只要提出申请，能够证明，就至少就可以当嘛，1年以后才要放弃嘛，才要完成嘛。那我能不能把那个下载下来，我填完以后寄给习近平好了？没有，我觉得他寄给习近平啊，就我证明给你看，我有寄嘛。两岸现在有通邮啊，没有不通邮啊，我就寄去啊，我完成这个动作了嘛。但是至于他核不核准，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嘛。或者是他拿到大陆否定的，最不应该是出锤证。大陆我懂了，但是你不承认嘛，我就告诉你，我就从台湾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寄给你，我就寄啊，对不对？看怎样？我觉得官员其实一般人都一样，做事要合情合理合法嘛。你邱垂正，你明明知道说这些陆配他没有办法放弃大陆的国籍，不是他们不愿意，是大陆不准。然后你也跟内政部也提过，说这个都没有人成功过嘛。那你现在要求李珍秀说你一定要提出这样的证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爱人民的这样一个政府他做不到，你要他怎么？你要杀他头吗？他不是不想做，他是没有能力做嘛。这是两岸的政治关系的问题嘛。那你现在要把他们这些当作次等人民吗？就陆配，那由规定来陆配，你不能当立法委员，因为这有国安的顾虑。那我问你，那他可不可以做其他事？那他可不可以在高科技公司上班？那也有国安顾虑啊。高科技公司的机密搞不好比国安机密还要敏感的很多呢。比立委知道的机密还多，立委知道什么机密啊？你这样子做，你就逼人家活不下去嘛。要不然你就干脆公布说，台湾的民众不可以跟大陆这个民众结婚，你就干脆这样公布嘛。结婚都关起来。对啊，你没有。请问你，他现在的做法，李珍秀的做法违反了哪个？我们刚才讲两岸关系特别那个增修条文，宪法增修条文，还有两岸关系的这个条例，我请问你还违反了什么？所以你要先问你我觉得一个官员你要要求人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将心比心，你换了你现在你这个陆委会主委要，内政部部长要，你换的是这个陆配或是他的家里人，你将心比心，你是逼人家不让人家活嘛？你可以这样子吗？你今天够伟大，应该是说好，你来台湾，你对中华民国这个有感情。你在这边好好的这个做事情，你这边好好的生活，我们尊敬你，因为你跟所有中华民国其他的公民是一模一样的，你应该这样子嘛。你像人家美国人，刚这个游淑慧讲了说你总统副总，你没有在美国出生，那你就不能当总统副总统。我认为这个是基本上是合理的可是你可以当部长你有本事就可以当部长对不对？那现在的这个国务卿，他就古巴的移民他还是当了这个国务卿所以我觉得你去歧视一个陆配你是歧视了他的家里人，他周围的亲戚，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很残忍的一个政府，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新北市长李四川为了这个甩开说黄国昌跟刘海仁的漩涡，就是因为他现在到底他跟刘海仁到底要怎么见不见面？本来是昨天晚上见，李四川说我也没接到人家通知洪茂凯本来要选，洪茂凯现在是不选的啦，但是黄国昌还很坚持将来还要有两党有机制所以呢，李四川说打算宣布持续蒋万安的副手，来明志，就我就是要参选了。不管你们了，所以要打算辞台北市长的副市长。那记者就是问蒋万安说李四川要辞呢，要去拼新北市长呢。蒋万安就用台语说被贵你你有考虑我的心情吗？你有考虑我的心情吗？这其实也无关的其实凭良心说了李四川如果现在去，将来那个市北那个 NVIDIA 那个辉达那个厂功劳还是李四川的嘛，也不会因此就变成蒋万安的嘛。说实话了，只是李四川可能想说把它完成，因为反正蒋万安也说了，就历年之前希望能够约签好。黄仁勋也说了他会再来，黄仁勋本来说还要签，本来不是就是讲好了吗？所以呢还要签，所以李四川都要把这个约签完。那现在包括郑丽文。包括这个侯友宜都说就历年前会决定人选嘛，所以他们这个日期我看是大概一环勾一环了，就历年前都要签那个约，然后呢李四川宣布参选，大概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已经是李四川在做了嘛，他有没有签？其实你问我真的觉得不重要，可是他们可能想有始有终了那因为是这个台北市研考会主委，也是
蒋万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干部哈，他说李四川呢说川博有川博的节奏，我看他老神在在，哦，因为传出他就0年前请辞，他看起来他老神在在啊。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呢，台北黄国昌顾北部，柯文哲顾南部，在野党最大的战略是高雄要拿下来，但是高雄他说固然这个柯志恩很优秀，但是光靠他是不够的，还是要蓝白合集哦，分进合集才可以。那柯志恩也说蓝白有默契，一定要合哦，否则的话呢，高雄拿不下来的不容易啊，高雄、台南都不容易了哈。那另外呢，这点蛮重要的，黄国昌说县市长选举不会出现3组人马，上次台北市民众党就出来的3组啊，总统选举柯文哲也出来是3组啊，所以柯志恩说蓝白合重要趋势，黄国昌是不会有3组人马啊。那另外呢，这个高雄开战了，赖瑞隆呛柯志恩说你没有政见，柯志恩说我不用泰勒斯哗众取宠，泰勒斯很有名的歌手了哈。那他说我不用哗众取宠，意思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步调。我们看一下。偷渡外心情好不好啊？我想最重要就是希望我们在现阶段持续的推动各项的施政，好，那为市民争取最大的福祉。来，这个议员怎么看？位置，新北议员，现在新北市长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啊。我想这个刚才那个标哦，是写这个陷入的这个黄国昌还有刘回软的漩涡啦。好，我想这应该不算是个漩涡啦，大概就是一个这个小水流，小水流。所以我想看得出来，这个李四川哦，大概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好，现在就是等一个适合的时间点。好。那我想，他重要应该是他跟黄国昌之间，好，接下来怎么互动？但，这个我们许多人都在讨论啦，哈，黄国昌现在选，好，那大概有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剧本啊，那演出的大概会是，他就是坚持选到这个最后一刻，然后到时候就演一个就是那他成全国民党。哦，那当然，这个我想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舞台哦，他认为这个是有加分。那不过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就说黄国昌好说要选新北，好已经也讲这么久了，可是他却在新北的这个不管是活动啦、哈议题啊、哈，像苏小慧今天就已经提出他的社福的政策，哦，那可是黄国昌讲那么久，大家都觉得。真的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心还是假意，其实选民都看在心里哈。那可是我认为这个李四川虽然势在必行，可未来还是要考验到怎么样跟侯友宜团队怎么样互动嘛。好，毕竟现在在新北享有这个行政权、行政资源的还是侯友宜的团队，还是侯友宜的这个部分的人马。那这两边。会不会产生是另一波的这个茶壶内的风暴？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值得观察。毕竟你说李四川，他确实在新北也有他过去的，也有过去他熟悉的人脉。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跟现在这个侯友宜的系统会不会有一点这个打架的情况？哈，我觉得这个这当然是蓝营的考验。那不过对于绿营来讲，我们就是稳扎稳打。那这个刚才讲说，苏巧慧除了提出他的社福政见之外，连过年这个29区的这个市场都一一去走了哈。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用实质的这个接触来感动选民。就苏巧慧是一个不弱的候选人，哦，是这个强的候选人哈。那包括国民党的新北市的主委都说嘛，因为他跟他选了2次立委了，苏巧慧都赢他，说苏巧慧很强哈，所以事不宜迟，也不能一再拖了哈。那不过就是说侯友宜、李四川当时都做过这个新北的副市长啊，那所以刚刚讲没错了，就是新北市将来要选这个市长的话，侯友宜的支持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洪庭，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或者是台湾的媒体真的还对政治还蛮热衷的，特别是像我今天这个我的春联上面写马踏飞燕，有一个网红讲说，蒋万安属马，然后他是不是要踏卢秀燕？我想说哇，
我是政治人物，我都觉得这网红比我们。然后黄国昌写一马平川。对，然后我是政治人物，我都觉得这些人比我们更政治。所以其实有时候事情不要太过度政治会比较好。就是我先稍微讲一下，像刚董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陆配的事件，你如果从政治上看，它确实是个斗争的工具。可是我以前出身金融业，我们看的是风险。刚刚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拿这个部分来逼陆配去做所谓放弃国籍的争议，其实我们会陷入到法律上的争议，因为某种程度我们就违背了宪法。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要宪法解决，释宪解决，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两个国家？我们如果是两个地区没有放弃的问题，所以这是政治实务跟政治的部分。那回过来就是说，我觉得当然现阶段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其实主要我认为其实党中央应该做一些事情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现阶段会有这么多的讨论，主要源自于2月1号民众党它整个不分区的大换血，所以会出现很多人何去何从，或者他的政治未来的企图心怎么样。所以其实国民党早就应该要在这个1月底或在1月中甚至1月初的时候，因为我们是12月24号通过了几个区域，柯志恩、谢龙介跟吴秀华。那其实我们应该在1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通过一个选举策略委员会了。这个选举策略委员会就是决定各种不同县市的 tempo。那再来再看，就是说好哪一些县市放前面，哪一些县市放后面，哪一些县市放中间。那没有争议的要连任的，一定是第一波过的嘛。再来就是看这些人的选举的调性跟 tempo 来决定，就是说他应该要放前面跟放后面。因为现在外界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猜测，主要来自于时间点的不确定。那假设时间点如果确定了，其实大部分很多东西是可以预估得出来的。那有竞争的选区呢，有一些非必要的竞争，也是源自于对时间的掌握度不够，就觉得每一个阵营都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搞一些小动作？大家因为恐惧而没办法看清楚这些事情，在政治上会做很多 overreact 的事情。那至于就是说回过头来讲，就是新北市，我会跟我的判断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就是。李四川的强项就是他的管理能力跟治理能力，他的强项不是选举，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川博在所谓的台北市政府的这个部分上，他就能证明他的治理能力了。反而让他下去跟苏老会选举，我不认为就是说这不是他擅长的事情。而且说老实话，新北市的过去的这些基层，他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熟的。他非常非常熟，我看他跟那里长都非常熟，是，所以他根本没有整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唯一要解决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蓝白之间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可以沟通的。所以我们把时间点确定了，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倒认为就是说，我对川博的建议，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真的把台北市一些他所做的这些贡献，好好的一起收个尾，收完尾直接进入选举状态，那个时间我觉得一下子，那就是最好证明你治理能力跟管理能力的方式，因为你的专长不是选举，你的专长是治理跟管理，你只要证明你的治理跟管理能力有到，我相信新北市民一定会很希望一个曾经为台北市做过那么多贡献的人，然后用他同样的治理能力来为新北市做贡献。好不好？我看他是蛮好整以暇的，他昨天还传一个我的书，还写了一堆。看到没有？在家看书，对，他是他分送亲友啊，所以看起来他也没有在忙选举了哈。来，世轩怎么样？新北啊，到你们新北去啊？这个刚刚赵大哥问魏池说，那个议员怎么看？这问法要稍微改一下，要变成说这个针怎么插？你看满满的这个针哦，插满所有的缝隙。其实新北这一局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黄国昌主席来讲非常单纯，他今天我们中央委员会今天礼拜3嘛。通过了党中央征召黄国昌参选新北市市长，今天通过，那这个是最新的进度。那再来靳总大概2月1号大家也看到已经成立，那他就照着他的 tempo 去跑他的行程。那陆续很多记者会提出他的政见。那至于选举面的部分是这样，刚刚魏时提到那个2个副市长，他们是同时间在新北市当副市长，那个时候是朱立伦当市长。那在于所有的公务人员来讲，其实大概都是老相识了啦，那里长当然也是如此。过去他们有所谓的里长联谊会啊，他们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这我们也非常清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努力我们的，可是黄国昌主席也不断的去讲说他是一个有风度的人，而且他也讲得非常明确了，到时候民调出来如何一定尊重这个结果，并且对方全力来辅选，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哦。那在现阶段，三角形两边一定大于第三边，所以要先把各自的强项发挥到最极致。那川博
什么时候登场的时间有很多的讨论，有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可能觉得，比如说他们的议员小鸡会觉得说要快一点，要拉抬，定于一尊。那像洪田议员的说法大概是说不用急，这个在台北市好好把事情所有的收尾。那因为过去新北市李世专副市长也非常的熟悉，所以大家大概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大框架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不会有第三组人马。那在这个现阶段，大家就各自努力，全力冲刺。最重要的是，至少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不会有第二组人出来，就只会有一组人啊。那民进党就会有人嘛，所以不会有第三组，因为你很难讲无党籍啊什么有没有，所以不敢讲。有些莫名其妙就跑出来说什么上帝告诉他啦，是庙里告诉他啦，反正各种的这种哈。我以前遇到很多人，怎么选不上，你干嘛出来？宝不会说我会赢啊，庙里说我会赢啊，所以那不管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国民党、民众党只会有一组人出来，这很重要。但是你问我还是觉得农历年前赶快决定，赶快跟以前情况不同，因为民进党人都出来了嘛，而且很积极就赶快就黄国昌这边等啊，也不是只有你国民党，黄国昌在等啊。那你3月你要不要协调？你3月还不协调，你搞到8月才提名啊，就要再回来。好，民进党有很多派系的什么新潮流啦、英系啦、这个系啊、那个系啊。王世坚也搞个奸系，说是民进党最小派系。他今天带了3个子弟兵去登记选议员他说总算有一个最小的派系叫奸系那王世坚后来澄清说，他们这3个是没有派系的，政治上互相讨论，走得比较近。这次初选比较艰困。自己帮点小忙，其实没有这个派，又说没有这个派但是外面就把他们以奸系来看待那黄伟汉说，台北市的6个区有5区的议员参选人挂出跟王世坚联名的海报，表示他有号召力5个区6个区有5个区都挂出，你看林世忠这个还有谁何孟华啦反正不同的人都跟王世坚都挂了，跟王世坚在一起。看没好，那王世坚陪小鸡去登记的时候，刚好高嘉瑜也去登记参选议员但是呢，王世坚不愿意跟高嘉瑜同台，大概怕这个分散的这个注意那所以呢，王世坚快闪，结果高嘉瑜还在那边等，苦苦的等还是说坚哥嘞，坚哥到都里，所以苦等不到王世坚同台你看他在上面看王世坚可能在上面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就说呢，高嘉瑜你还是识大体，不要来选议员，你去选市长吧。人家说你王世坚应该是选市长啊，我哪有？高嘉瑜比我适合。王世坚一口气提了6个人适合选市长，就没有诚意，你知道？有诚意就提1个，我就是这个人，拱他，然后搞6个这6个当然包括高嘉瑜了那高嘉瑜就说，王世坚是民进党的公共财产，他应该选市长。而且呢，不是我高嘉瑜，虽然他是福隆王王世坚，不是我是，所以彼此互相谦让。我们看一下，王世坚哥走了，坚哥走了，太尴尬，真的很尴尬。王世坚明明也在市党部，却连声招呼都不打，以赶行程为由擦身而过。刚刚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坚哥在楼上。那刚刚虽然很可惜没有机会跟坚哥打招呼但是其实我们私下其实每天都有这个互动。所谓见面3分情，但眼下似乎连1分都没了。不过几分钟前，王世坚才浩浩荡荡带着3位子弟兵来登记。我们民进党总算有一个新的最小的派系。奸系其实没有啦，他们3位都完全没有派系。但王世坚对高嘉瑜的喊话肯定不是开玩笑。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到处快乐的飞翔，到处快乐的唱歌觅食。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应该是来登记参选市长才对吧？他登记市长，我就一定去陪他。对我而言，其实参选市议员是一个非常
可以让我再回到当初的初心跟初衷，如何配票，如何来遵守市党部的规范，我相信我都是全力配合。高嘉瑜的这番话其实也是要讲给同选区的人听，因为抢头丧登记的现任议员王孝伟直接要高嘉瑜手下留情。他这一次又回国来参选这个台北市议员，最危险的绝对是王孝伟。民进党内的6都市议员初选起跑，10号截止登记，3月起开始民调，但还未等到大选，已经刀光剑影。位置怎么看？到底谁要出选台北市长？还有议员啊，议员坚哥，王世坚会真的搞一个坚派吗？奸细嘛，就坚派，你怎么奸细不就派吗？我想这个王世坚哦，今天提这个奸细哦，我觉得还是博版面的这个意义比较大啦，大于实质的派系啦哦。那我当然看到就说，毕竟民进党的初选，大家都新人希望有这个拉抬声量哦，所以今天这样的组合，我觉得确实有达到效果。那不过看到就说，确实这个在民进党，我们真的都希望各区哦可以有最大的这个斩获。那不过在各区确实情况很多变，那特别像是刚才讲这个在南港湖这一区，好，那因为有最强吸票机啦。好，这个高嘉瑜在那边最强吸票机，大家都很担忧，是说，如果这个分票分不好，配票配不好，反而导致民进党在总席次上面的下降。好，那现在是3席，好，那我们现在预推是4席在那边，好，包括高嘉瑜啦，好啊，李建昌要交棒给这个陈佑兴，还有现任的何孟桦跟王孝伟，我们都很担心说，如果配票配不好。这个3席会变2席，而且这一席还有这个之前那个吴欣岱的，对吴欣岱的这个瓜。小董跑市政跑很久，我看。对啊，其实王世坚为什么这么超人气？因为他现在有潜力可循。2个礼拜前他力挺陈廷辉，他在台南本命去打败赖清德啊，这个光这个就大家看了就不一样所以讲他奸细其实。不是很妥当，为什么？因为他早年是谢系的金主他跟谢长廷的关系非常密切。那时候谢系在台北6个选区各有一个一个当选人就是。那现在当然比较式微了，因为从蔡英文当选，谢长廷之后谢系就解散了。那解散以后就跟海派就合并，所以现在叫永延会嘛。那我们知道王世坚他这一次的能耐除了说。有一些老的朋友去找他，比如说李盈莹过去一直跟他一直当议员嘛。那这一次这些人去请托他，他当然就是跟黄成国的系统就挂在一块，因为黄成国帮他打败了现任的何志伟嘛。那大家可以看到何志伟现在只好被迫去桃园那边看能不能选桃园的县长市长嘛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欠很多人情。那黄成国给他这些人，他看到高嘉瑜当然避开因为。他带着何孟桦去，他怎么去又说要挺高嘉瑜呢？对不对？他们是同选区，淑慧也是这个区，内湖南港嘛。怎么看？我觉得我在高度怀疑世坚大哥现在在玩一个欲拒还休，说明他心里真的想要选台北市长，所以一直说 no， 等到不得已的时候最后亮丽登场。为什么？如果你不想选的话，你怎么会开放那么多议员跟你做联名海报呢？大家想一下，一个画面那么多民进党议员跟他挂联名海报最后民进党要推出另外一个母鸡，那些议员不就要换海报吗？因为通常议员。